小时候看《城市猎人》这部电影时，有2幕让我印象非常深刻，一幕是成龙大哥的琛丽，而另一幕则是这台掌上电脑。什么？啊，是微型电脑啊！但没想到的是，最早进化成掌上电脑形态走入大众的却是智能手机。不过，伴随着半导体制成的进步，传统 X86 架构的 PC 也终于迎来了掌上形态，并将一大票的3A 大作带到了移动端。有不少老玩家称，这种掌上形态的 PC 让他们重拾了吃灰的游戏，甚至治好了电子阳痿。没错，它就是 Win 掌机。受限于体积，多数的 Win 掌机显卡的理论性能仅是1050到1650左右的水平，实际表现可能会更低。这也让很多的玩家担心玩不转 3A 会不会吃灰。那么希望今天这期视频能对屏幕前观望 Win 掌机不知道如何设置或者使用中低端显卡的小开带来一点点的参考。从实测来看，只要合理设置 Win 掌机，不少 3A 确实能达到60帧标准，看起来不可思议是吧？但代价就是高性能模式下普遍仅有1个多小时的续航，这就是 Win 掌机的一个天花板，能耗瓶颈。也因体积有限，掌机的功耗并非越高越好， TDP 高了撞温度墙反而会产生降频，剧烈掉帧，这就是第2个天花板，散热瓶颈。之前我的节目曾测过同级别的笔记本和台式最大的差距就是 low 帧，笔记本帧率不稳的一大原因是 CPU、GPU 互抢功耗，而掌机上抢功耗现象会更加的淋漓尽致。只要是运行大型 3A， 几乎所有 Win 掌机都会频繁丢帧，所以它的第3个天花板就是帧生成时间不固定。如果说用中低配台式玩 3A 是画质帧数间做平衡，那 Win 掌机就是在画质、功耗、帧数、温度间反复横跳。如果你讨厌折腾，现阶段 Win 掌机大概率会给你带来噩梦般的体验。即使这种定制系统的掌机也无法避免折腾设置，因为能耗比始终是芯片决定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愿意折腾，那么你可以在这方寸之间实现躺玩60帧塞尔达、电竞 GTA、窝印主流 3A， 并拥有传统主机掌机上缺失的各种 mod。还有，由于移动设备要考虑到续航，所以这一次针对游戏的设置分为高功耗和低功耗2套方案。当然，核显轻薄本或是1650显卡以下的小开也可以参考一下。目前主流 Win 掌机都采用的是核显 APU， 理论性能最高的 Z1 仅能达到1650的水准，所以设置上强烈建议开启分贝率重构技术。看过我配置优化的小凯可能记得，一般可以排除魔王选项来大量提升 3A 帧数，但在掌机抢功耗的平台或者低端显卡上嘛，我们以古墓丽影暗影为例， ROG Ally 1080P 全特效仅有20帧出头。想用排除法吧，你会发现是个特效都会影响帧数，甚至动态模糊都会掉好几帧。我们的设置思路可以从排除变成保留，其中材质、阴影、锯齿对画面的影响最大，没有阴影的暗影画质倒回10年前。所以这次我保留了材质阴影类特效，舍弃了小屏幕上难以察觉的动态光效、反射、视觉特效，并开启了 XeSS， 此时的帧数就从原本的20多帧暴增至了5到60帧。只要不降材质，关阴影 SSAO， 小屏幕上可能难以感受到画质质量受损。如果你希望帧数更加的平滑，可以在此设置上锁60或50帧。离电场景可以将功耗设置为15瓦，将 XeSS 改为 RSR 或者 FSR， 此设置下 Steam Deck 也能到50帧。保留法同样适合于不少 GPU 受限型游戏，比如《无主3》，只需要保留材质、阴影、锐化，就可以从20多帧跃升至50多帧。开启 RSR 甚至能上到60帧。Steam Deck 同样设置下也能上至4到50帧。而赛博朋克 2.0 我保留了动态贴花和3项阴影，开启了 XeSS， 这是 1080P 超级特效。
这是调试设置后。如果您还想要更高的帧数，可以 1080p 开启 FSR 或者 720p 开启 RSR， 不少场景可以摸到60的 P 图。但画质清晰度会逊于 XESS， 此设置下 ROG Ally 即使开启15瓦也能达到40帧左右。当然 ，Steam Deck 和1050 钛左右性能的显卡均可套用。如果说凭路径光追能干爆一众高端显卡的2077属于上限特别高的游戏，那《博德之门3》就妥妥的卡下线了。千万别小看回合制游戏的配置需求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显卡理论性能相当于1650的 ROG Ally， 在《博德之门3》中的一些场景甚至不到20帧。如果你觉得回合制有个30帧就够了，那么只用降低阴影和环境光遮蔽这2项。但如果想要接近60帧，也不是不可以，只需要保留材质和视距，开 FSR 即可。这是博德3默认全特效。这是调试设置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博德3自带的是 FSR 1.0， 想要画面更清晰，可以下载 FSR 2补丁进行替换。而像大镖客、巫师3次时代这类公认的显卡杀手，其实下限需求并不会特别离谱。巫师3次时代只需要选择地叉11 API， 下限瞬间就能降低2到3档。大镖客采用的是 FSR 2.0， 其 FSR 的表现非常好。这2款游戏在合理设置下搭配 FSR 或者 RSR 均可以达到不错的帧数。以下是巫师3和大表哥的详细设置单。至于被誉为神优化的给他 i5、生化8，需求下限就特别低了。不仅是 Win 掌机，甚至是750钛这个水准的显卡都可以用排除法。GTA 5只用排除反射环境类的特效，帧数就能跃升至7到80帧。15瓦甚至都能达到60帧的标准，而像生化8只需要调节这几项 ，ROG Ally 能在简单的场景飙到120帧以上。室外大场景呢，也能维持在60帧，甚至15瓦的简单场景也能上100帧以上。如果你意犹未尽 ，ROG Ally 和 Steam Deck 会常驻配置优化系列。节目的最后，我又总结了一些使用 Win 掌机的一些心得以及技巧。如果你在掌机或者笔记本平台上遇到了抢功耗引起的卡顿，个人强烈建议使用锁帧大法。Steam Deck 可以在这里滑动进行帧数限制 ，ROG Ally 可以打开菜单中的帧数限定器，笔记本可以在驱动中锁定。如果你只用于户外，那么合理设置功耗能显著的提升续航，减少发热和噪音。我们以 Steam Deck 为例，多数 3A 可以将 TDP 限制为8到12瓦，锁30到45帧，而8瓦是 Steam Deck 性能的分水岭，一旦低于8瓦，性能会断层式的下降。但主玩小游戏或者 Gal Game 可以将 TDP 限制为6到8瓦，续航约莫可以提升至3到6小时。如果你是 ROG Ally 用户，那么体感助手这款插件安利给你，此插件可以解锁10瓦以下的功耗，实测7瓦左右就能满足串流、视频和小游戏。玩 3A 就不建议15瓦以下了， ROG Ally 的15瓦是性能分水岭。如果你只玩吃显卡的游戏，也可以通过体感助手关闭 CPU 睿频，让显卡获得更多的功耗。还可以固定 GPU 频率，减缓显卡频率波动带来的卡顿，同样也可以用它来自定义分辨率和锁帧。至于
Win 掌机能不能治电子阳痿，我不知道。但游戏最高配置永远不是设备，而是找到能一起玩耍的朋友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！如果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，记得疯狂点赞，并且关注，同时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们哦。至于大家互动度最高的 CS2刺客信条幻境设置攻略已经在制作过程中了。最后祝您身体健康，再见。